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啊！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初地道多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怎么不像了？不用都是啊。情侣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走。我去中底道。重心前倾，正常向前滑行，别怕，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等。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出发。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f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ow. Baby, I don't wanna forget. You are breaking down my walls, and I'm about to risk it up for you. I see that perfect you. 滑得像阳澄湖大闸蟹，你笑什么呀？很正常，毕竟都是江苏的。看到了吧？我们在中级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伞了吗？没看到。哎呀，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喂，姐。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哦，姐这么霸气的。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谁问你？
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行，就这么安排啊。嘉瑞，明天你跟你姐呢划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行。哎，对了，小林，你早上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对，哦，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西瓜也在苏州啊，这么巧？哦，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哎，舅妈，10块肉哦，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我尝。好，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调查户口呢。哇！铁锅炖大鹅可以吃了，请慢用。可以了哈。谢谢啊。好。艾伟，那真不错，你去滑吧。啊！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真是。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拍张照片。这儿，咱们也留个纪念啊！快去，摆个造型啊！这儿行吗？来，可以，1、2、3，换一个姿势。老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哎，你慢点。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多吃。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继道找了你半天。小林，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哦，没事。原来如此啊！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啊，你们好。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盛小姐，你是江云。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什
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你知道？哎，我什么都不知道。西光，我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好啊，我都……你怎么这样啊？你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会又变。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先民的外孙吗？不是这么简单。西光，你对他家的事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西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为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的。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是。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江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极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好。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他，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
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当然。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20-30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堵一下别人的嘴，1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3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们，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该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起码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得我都烦了。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不，那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妈妈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那些事情。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限制跟你外公来往。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又错了？后来你还是知道了，你的内心一定很煎熬。爷爷奶奶也从来没说过，直到去世的时候，你们只是想让我不带着仇怨长大，有个完整的童年。谢谢你，儿子。林玉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连妈妈都不在身边。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然而这么一来，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也不知道盛远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哎呀，人生无常啊！老头子也太讨厌了，又要用人家的才能，又要卸磨杀驴，对知县也玩弄这些手段。这结果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可是是他直接导致的呀。盛小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林总身故之后，他就直接出国了。听说连盛老爷子生病他都没回国。小林也跟着出国了？听说留在国内陪爷爷奶奶了。老人家可怜，孩子也可怜。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这么不讲道理了？好吧，我的错。就是嘛，你居然敢反驳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什么？陪我去喂鹿。路滑别跑。你连喂小鹿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啊，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喂鹿。那你拿走了，明早喂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鹿更想吃宵夜呢。哎，你看，等一下，你好。小鹿是要收回去了吗？对，本来天黑就收了，过年再稍晚一些，你们明天早点来吧。啊，那好吧。他好像想吃夜宵，我们能不能喂一块？行，你们胖子头啊是最馋的了。怎么喂啊？你下。这样。好。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它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这叫驯鹿。驯鹿。你要再喂一块？这样。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哎，你摸摸。我们不能再多喂你了，你老大不让。走了走了，你已经是最胖的了。我都没见过这样的鹿。你没去过动物园吗？好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动物园见过。我当然去过动物园，但是我好像没去见过鹿。我每次都直奔大熊猫，可恶，大熊猫每次都给我看屁股。那现在鹿跑了。我们怎么办？哎呀，我们放烟花吧。但是有一个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好，等会儿。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了？快把这个烟花放了吧，我要回去了。走吧，我送你回去。烟花呢？你不放了吗？你不说这是我的工资，当然由我做主。我决定带回去留作纪念。等等我。哎呀！我建议还剩下一个烟花，你就把它放了，反正也不能带上飞机，对不对？聂继光，你人呢？你不会溜出去找那谁了吧？大人的事情你少管。不是，那我的烟花我能管吗？白天骗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怎么了？你自己看。问问他什么挑战？好。他问你什么挑战？果然跟别人跑出去了。追逐赛，明天高级道见。可以，我接线了。都随便给人家用。我没出息的姐姐啊！那我回去了。等一下。早上等你的时候捏的。人多不好意思给你。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啊。那明天是什么小雪人啊？明天？我还没构思好，回去想想。好吧，那明天见。明天见。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看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Just you and me， 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
对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有点老土吧？好了，谢谢师傅。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姐，你等等！干嘛？干嘛？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啊！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没。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我去哪里找？我帮你想想。哎呀，给我！我帮你想想。有了，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害你白白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好，你等着，加油，姐姐最棒。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乱，是因为这个吗？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
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又不会跑了，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还有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 2块钱买我一支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谢谢。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记账，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回来了，病人怎么样了？有没有伤？
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怎么了？妈。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儿。 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后来，我说服自己放下，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2个月，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 遵循内心的旨意，去靠近、接近。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偶尔夜深人静，却又会责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善忘？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妈妈为你开心。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或许有没说清楚的地方。之前有些逃避，没有再问过。 我想，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嗨，文森。 你居然春节快乐！佳琪，你现在在哪儿？方便说话吗？我和朋友出国放海了。算了，你回国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有事问你。重要？没事，不算急。 也没那么重要了。林教练，哎，我帮你拿。谢谢。来，你们上车吧。好，哎，你们好。啊。 你们好，哎，好，今天就蹭你们车了。哎呦，哪儿的话，一起去天池顺路的事儿。哎呀，谢谢。行李都拿上了啊。我们看完天池就直接去机场了，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好，谢谢啊。哎，谢谢。不客气。早上好。好。你就不会想象一下？来吧，我们拍照吧，许愿。来，3、2、1，茄子。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那我去买。去吧。嗯。哎，你凑什么热闹？立马，回来。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吧。你这怎么？哎呀，都不
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爸，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啊，叔叔阿姨，阿姨，谢谢。西光，谢谢。我们家的联系方式吧。好呀。小林，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结是结了，后来10倍还回去了。这是在告状呢。你给你薪水。你还拿回扣啊？哎呦，齁死了！我不是说你俩啊，我说这鸡蛋齁。各位，不好意思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坐车了。好，行，好，那咱们继续出发吧。走，走。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老骆，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听你的，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一路平安，谢谢。西光，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我全程招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谢谢阿姨。妈，你这是想跳过我？你要是不努力，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都来玩。对，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那我们走了，叔叔阿姨，再见。江瑞，下次我们再约。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哎呀，林教练，你快上车吧，再见再见。来了，我们走吧。再见，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明天我们也要走了，今天晚上干点啥？不是雨丹也不早了，在哪儿随便逛逛，晚上也要收拾行李。我和我妈他们下午去雾凇漂流了，很好玩。你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滑雪，都没去啊？我妈和陆叔去过了，我可以下次去。庄经理，林总，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我也是。谢谢你，林总。应该的，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我赶飞机，先走了。一路平安。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
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我生气也没差哟。艺术创作。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长白山了。没事，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你这次见了你妈妈，她身体怎么样啊？妈妈气色很好，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胖一点好，以前她就是太瘦了，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1.8指，这怎么能行呢？我也这么说的，不过她不太满意，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这你得好好管管。我是一点都管不了她。也是，她那个脾气，谁管得了啊？啊，雨森呐，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我就不留你了。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沙月的宴会，记得来参加。肯定不会忘。外公、玉树，我先走了。好，路上慢点。嗯。春节快乐！抱歉我来晚了。过年好。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我跟家人一起去的。拜拜。好玩吗那边？挺好玩的，就是特别冷，零下20几度吧。哎，怎么说，小聂？林总对方案怎么看？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对比了优缺点，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林总真有眼光。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比较粗糙。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预算？嗯。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就好。你放心吧，林总高瞻远瞩，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而且他说了，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前景在哪儿，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我还说了什么？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
我一琢磨，你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你这叫画饼。我这叫调动积极性，鼓舞士气。资金方面呢，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我决定都跑一跑，问一问，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好，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不行，你现在就说。你有拖延症，你之前说要借我书，到现在还没影呢。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我这次才带过来。好，我现在打。喂，陈总，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喂，童总，喂，吴总，任务完成。这就对了嘛，干嘛一会儿打呢？2分钟的事儿。谢谢老板，那我先去工作了。这么客气，不用送的。你看看外面，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还好还好。今天是新年的第1个工作日，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又长1岁了啊！过去的1年里，大家都不容易啊，但幸运的是，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依旧逆着风往前走。公司2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丁总，3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是的，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设备方面呢？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设备也能按时进场。那情况理想的话，调试生产线后5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要有信心，今年的国内市场，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我带了很多书过来，你不要挑选一下。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一次只能借2本，看完了再过来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人家都没有你这么小气。你买了这么多书啊？其实买了更多，不过品质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你全都看过啊？我看书快，大致翻阅了一下。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难免有修饰的成分，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我帮你搬到桌子上，地上凉。啊，不要不要，有地暖，没事的。我喜欢坐在地上，舒服。那你慢慢挑，我去厨房看看。我不吃饭，过年我都吃胖了。哪里来饭？陈阿姨还没来。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
你再说，我跟盛阿姨告状了，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了一点，原来是有了靠山。嚣张？我有吗？有，不过我觉得不错，请继续保持。那是你的错觉，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既然你不舍得多借，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深意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想象力不错。是用来做复健的，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啊，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也是复健。你是说这些动作吗？对。复健据说都会很疼。现在不疼，一开始很疼，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你这是早餐吗？啊，算了，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现在，你不是说要节食？我变卦了，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哎呀，走啦。我来拿吧。不要你。正常生活没问题。你忘了，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